建筑基本上，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容器啊。建筑跟生活文化的关系基本上是互为辩证的，也就是说，建筑它呈现了一种我们的生活文化，可是我们的生活文化也塑造了我们的建筑的发展。摩登生活基本上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生活现代性的一种追求了。我们从1949年以来，基本上我们对所谓的现代建筑这4个字的追求不遗余力了啊。可是这个现代建筑辗转的到台湾来的时候，它掺杂了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文化的这个需求，跟我们自己的自觉，也就是说，我们有点刻意的要去把它转译成是我们的现代，而不是他们的现代。这样的展览基本上就用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角度来看待说，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到解严之前，我们把时间就把它定在1983年北美馆它成立的时候，因为艺术界他们走在时代的最先锋，对于时代氛围的改变是最敏感的。这个洋楼是我刚生出来的时候盖的。我的印象好像夏天就会到这里来，没有人的时候就躺在这里，不知道做什么，遐想。小时候就是夜不闭户嘛，那北埔的人就会来聊天啊，这样子。因为我祖父都会常常招待那个来买茶的客人嘛，我们会偷偷爬到那个上面去。小时候很矮啊，要弄垫一个椅子才有办法偷看他，又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在偷看他，很好奇，因为是外国人。其实洋楼大门随时是开放的，北埔的小孩都是来这里玩的，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在碰到跟我一样年龄的小孩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善意的来说，其实他们的印象就是在这里玩，你知道，所以他们也很高兴说我们可以把洋楼买回来，这是北埔人共同的记忆，不是只有我们家的。那个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空间，现在是把它分成是3间。其实呢，所有的这些木隔间，它全部都可以拿走，可以变成一个大通间。那个我们一般看到的洋楼，每个房间你进去，那个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种界限。那可是，在江爱兴啊，我们所感觉到的，它不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是它先做出一个主要的大空间。然后在这个大空间里面呢，它再用一种有弹性、可以改变它使用的一种方式，它基本上是用木门。那在这个大空间里面呢，它把钢筋混凝土的技术跟这种砖墙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在这个空间里面没有任何一根柱子。在台湾大概从南到北的洋楼，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洋楼是这样做的，所以它等于是一种现代建筑的观念。这个彭吕先生是那个开南高工建筑科毕业，那他显然是一个对这种艺术很敏感，对于这种设计有一种天生的才能的人，大概不用人家教。除了他本身通透之外，那他跟这个走廊的一个关联性，这种空间的观念跟结构关联性的调试，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才能够做得到。
它其实混合的是所谓的河阳台，在台湾建筑史上就是很特别的一种类型。这其实分不出来哪边是河，哪边是阳，哪边是台了。基本上，这河阳台就是一个名称了。所以它等于是在一种传统跟现代中间找到一个新的一种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其实是永恒的，不是说那我要从这里要到这里，所以我要过渡成这里，没有。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类型。这么杰出的空间，我觉得不止在台湾了，应该在全世界都是不容易可以见到的。江夏新洋楼这个部分，我们是把它放在序曲，就是在那个台湾的日治时代，然后到战后，它中间有一段这个交接期。国民政府他们到了台湾，极力想要这个去日本化，要再中国化，所以整个事情就是变得非常的乱。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氛围跟这个身为一个台湾人的一个为难。我们不是只在讲一个建筑的故事，而是在讲这个建筑跟它那个时代的故事。这个美元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僵局里面住进来的一种新因素。它除了帮台湾处理的那个时候的经济跟军事上面的问题之外，从建筑上它来看的话，它其实带来一种新的一种文化，以及呢一种新的教育的系统，它也带来一种新的工程的方式。国际样式的影响当然来自美元时期，这是台湾第一代建筑师开始有了从跟美国的交流跟影响，是普渡大学负责跟成大来负责交流，再由成大师生王继昌老师跟吴美欣老师带领学生，把图书馆的设计图、施工图都画出来。这一栋建筑表现出来最大的特色，大概就是这个水平带状窗跟这个盒子的造型，然后一个不中轴对称的这个楼梯，跟国际样式当时候流行的风格元素是很相像的。比较现代主义兴起之后的这个建筑的设计，有一部分会刻意去反抗这个非常纪念性的这个中轴对称，所以楼梯的设置就有一点偏，就是现代感会比较强烈。然后在2楼那个上去的那个主入口外面突出了一个小的盒子，那个盒子就创造了一个入口意象之外，其实它对照整个大的量体，就出现了一个飘在空中的小盒子。它的漂浮感的创造，还有关于那个它把每一个楼梯的阶都完全跳开，让它变成是一个通透的那个水泥板。其实这栋房子的它的真的主要楼层是2楼，你把这些楼梯放在外面，因为你就是要把人家带到主楼层去嘛。现代主义它没有理由的话，你纯粹要做这个是会被骂的，所以它其实每一个线条都有它的理由，它让这个板子可以稍微的错开，就会有光线到后面去哦。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板子其实就很多边形啊，这边凸起来，其实第一个就挡水，水下来就不会从后面跑下来。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这个是中间比较厚，两边比较薄的样子。那这个当然有利于采光，又考虑到那个结构，因为这个是弯曲最大的地方，所以它要用最厚的断面去处理这里。水平的屋顶，加上那个水平带状窗、水平板的楼梯，其实都在创造水平性。水平性之外的这些其他窗子的分割，就会带出了另外一个层次的垂直性，所以水平跟垂直的运用，标记了当时候公共建筑开始脱离宫殿式屋顶或者斜屋顶的做法，让现代主义的这个精神就很显露出来。
这整个图书馆的氛围是非常令人舒服跟愉悦的，因为它是整个完全通透的一个大空间，尤其是台南的这个纬度向北的光线是最棒的，是很高级的享受这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展览的脉络复古跟美元基本上是由公部门，也就是政府在主导的这个改变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基本上当然也形成了某种生活文化方式的改变，它有还特殊的背景跟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战后基本上就是美日台三足鼎立的状态。中国复古就说明了说，当国民政府它移到台湾以后，中国的因素被放大。这种官式建筑在台湾的复兴了，那个有的叫做宫殿式，那有的叫做中国民族主义式。在那个时代，台湾盖了非常多的这种房子，从很大的像这个中文纪念堂，到非常小，可能是一个派出所，就是一个铺天盖地都盖了一堆。那我们这一次特别为了这个展览，把所有原来的管状的那个端点的窗户全部都打开，特别是这个1973年落成的圆山饭店第2期的工程，是被放在中国复古的这个单元里面，直接让观众可以透过这个窗户直接就看到远处的圆山饭店。在这里面就引发了两个相对应的反应，就是中国复古跟中国现代，那他们也是个双胞胎了。那中国现在这一支呢，其实就是国民政府从中国带来的这些建筑师里面，他们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对于这个中国复古的这一条路线是不以为然的。那比如说像王大闳，就是在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他们认为呢，中国应该要走上一条那个现代化的道路，而不能在这样的一种复古里面一直打转，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未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坚持想要用一种现代建筑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中国性，包括像有东海大学啊这些房子，都是在这个所谓中国现代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理解了台湾战后的这样的一个脉络的时候，我们就会再谈两个单元，一个就是叫做在地现代，一个叫做新生活。所谓的在地现代，就是说在台湾自己的这块土地上，用一个台湾的这种社会现实，以及我们到底拥有怎么样的工程技术或者是一种材料，去表达、去回应这种现代性的需求。这个青花这个体馆它有一个特色，基本上它就是用一种叫做刀铲状的薄壳的这个方式来作为建筑结构主体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的结构体完成的同时呢，也完成了它的空间，也完成它的造型，就是我们所讲的三位一体了。在学理上有一个名称叫做 structural form， 这个结构所形成的很优美的这个线条，所以它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这个装饰，然后它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距。这个跨距刚好可以变成是一个体育馆的这个空间的这个需求的一种方式，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一种做建筑一种呈现。
刚刚看到里面的那个内部的那条线，基本上就是从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呢，慢慢的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平面接起来的一个特色出来。它是一个薄壳啦，它就是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厚度这样子而已，然后慢慢的从厚变成薄的这个方式，这样形成了一个特色。所以薄壳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能够减轻这个物质的重量，这个也构成一些施工上的一些困难啦，必须要做得很精准，才能够做到像目前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这房子不是一个很好做的房子，它很容易失败啦。也就是说，工程设计这个部分基本上是不是有可能变成是建筑设计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我觉得在张昌华的例子里面，它的表现是可行的，也增加了我们对建筑讨论的那个多样性的一个范畴。那也好在是张昌华这样的建筑师，所以才会有这种房子出现。中国现代或者在地现代，基本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取向特色，就是他们基本上对于这种古代的建筑形式他们有某种程度的这个保留了。他们不希望再现出一个很直接的这个复古的这个形式出现。换句话说，他们宁可用他们所谓的这个意境表达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些建筑设计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用清水红砖。红砖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要去强调说，这种砌砖的工艺，去表达一种非常朴素的建筑观。从15岁开始就住在这边，先住小学院，完了之后再来大修院。我住在后栋，所以后栋一样有游廊延伸过去。听到铃声了，知道要上课了，一时心急都会想要用冲的。那我回廊的设计，让你不由自主就是知道不能跑得太急，也是一种帮助我们沉淀，慢慢的进行在这当中。罗主教他一直希望能够跟地方接地气，我们可以推测罗光主教当时找名设计师贺成慈老师来做一个设计，一定跟他特别从文化、宗教、艺术的层面有过相当的交谈。他必须表达东方跟西方的灵修概念，所以他选择了一进大门之后有一个月门，穿梭在月门之间，然后映入眼帘的是看到我们整个建筑群当中的中心，我们称之为圣堂。不论是生活起居或是灵修祈祷，都是以圣堂为中心。整个的圣堂它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它用红砖然后把它砌成自然的一个墙面。当时台湾的整个建筑材料可以说是就地取材，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就采用了艺术红砖，再配合上我们用的绿釉花砖，也让这个红配绿呈现出一个传统所谓的中国风味的这种感觉。它的屋顶呢，采用了橘色的琉璃瓦，然后再搭配上黄色的围栏以及黄色的门框、窗框。我相信整体而言，看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可是丰富呢却不跳痛。现在我们进到圣堂里面来，很自然的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檜木香，这就是整个屋顶木头结构都是由檜木所制成的。虽然是木构造的屋顶，但是它已经又把这个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变成是一个很现代，从一个正方形的四面
连接到一个正中间一个方形的另外一层的梁，再去支撑这个整个4坡屋顶的木构造系统，完全脱离外面的，好像还保持着某种中国传统这个斜屋顶的造型，然后再加上它的中间的这块降下来的这个4个梁小梁构成的这个方形小的方形，里面又有更多的格子梁，然后又把这个4坡屋顶的这个形式变成一个亚克力或者是玻璃的这个金字塔形的形式，又在这边做了一次的再现，这样子，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做法。因为当初他设计的时候，其实是按照绿建筑的方式做设计，所以它的屋檐四周呢都是镂空的，落地式的绿釉花窗，打开的时候至少是通风的，还开得不错哈。格局都没有变，只是树长大了。毕业神学院，它跟我们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义的这个延展跟深入我们的生活文化，这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嘛。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文化并不是只有包括建筑本身而已，它也包括了很多这个宗教啊，或者社会发展，甚至商业、工业、经济的，它都有。所以我们宁可把这样的一个例子看成是一种生活文化史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慢慢的，我们透过王大闳的建国南路自宅，接下来就是我们会看到中兴新村，然后看到这个民生社区这些比较大规模的这种住宅啊，它相对反映我们如何从一个战后的这个社会变迁过程里面，逐渐的延伸出我们的一种生活风格 lifestyle 的一个过程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民生社区的这个阶段，它的平面呢基本上大概是32到35平左右，足以形容台湾的一种中产阶级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这表示说，一个家庭有4口人，父母亲再加上2个小孩，它就变成是一个很实用的一种配置。第二个主题就是所谓的这个生活消费。1970年以后，基本上台湾的社会也慢慢接近处于稳定嘛，然后开始有一些消费的需求，所以就开始有一些百货公司或者类百货公司的这个呈现啊，今日百货、万年商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需求背景下所产生。那它也形成了某一种这个一个世代的一个记忆，尤其是万年商场。像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有很多的时间都在探索那种新食物，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以前吃的都是圆环嘛，哈。那当有西门町之后，你就是吃牛排啊，吃西餐啊等等的，所以他也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消费。万年最了不起的是，它经过了这么多年，它还是非常顽强的存在。建筑在这里其实是它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目的。建筑的目的基本上是 for 这个 better life， 也就是说更好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需求。我们对这个展览的时间的这个讨论，也就是说，为什么是1949到1983，尤其是1983，因为1983就是这个美术馆的这个开馆的这个时间啊，这里头有一些暗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美术馆这个1983年的这个开馆回溯到1978年的时候的这个公开笔图的一个过程里头，在那个公开笔图的文件里面的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他就讲说，他希望这个北美馆是一个能够维持所谓的固有中华文化什么等等这些。可是基本上呢，后来入选的3个作品其实都是以现代建筑的方式来做一个基底，这个是当时的一种很普遍来讲，是一个这种民间的一种自觉跟自省的方式的这种回应。高尔潘建筑师他自己在解释他这栋建筑的时候，他还是从一个所谓传统的井字形的这种所谓中国文化大院这样的一种角度去发展。可是呢，他反而是用一个所谓极简的一个矩阵的方式去设计它，特别是几个这种所谓方馆的延伸，不管是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其实它都可以看到建筑本体跟那个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
到了这个1970年代以后，基本上我是觉得生活自由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已经形成一种很具体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它就会形成一种建筑师在做设计上的时候的一个更自由开放的一种态度会发生。生活自由，建筑才会自由。基本上它整个架构就是这个日美中3个，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架构里面，它很多的破洞，因为这些价值观都不统一嘛，它基本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从这个细缝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像这样自由的一个表达。在这样的一种抗争的一个过程里面，比较可以理解到说，建筑作为一种艺术，或是说设计作为一种思想跟方法，它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当你成为一个熟练的一个专业者的时候，你其实拥有的自由度是非常大的。这个风位角度其实刚好反映了台湾处在这个西太平洋上面的一个国际的十字路口上面的一种角色。你可以说是我们的宿命，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骄傲。